些交代一下了哈。然后我们这个题目呢太大，时间太短，3个小时不对，6个小时呢，3堂课要讲那么多东西哦，那不太可能。我其实六祖坛经我一直没有碰它，以前只是读一读，知道这部经太重要。我们禅修的人，尤其是修中国禅法的人，中国禅非得读不可。但以前只是略略的读，那以前用的那个版本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版本。那传统的版本呢，反而是在宋代的时候他们编过了，但是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因为呢，在编辑的过程有不断的加一些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加上去呢，不一定都是多余的，甚至可以说是让这本这个坛经更丰富。因为编辑坛经的时候呢，很简单的一个因缘就是六祖讲了，然后他的弟子呢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六祖他讲了那么多年，也不是每一堂课都会记，那所记录下来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我们看现在如果佛经里面比较原始的经典我们看到都是比较短篇。其实很多原始经典，我们所谓的阿含经相应部的这个阿含经，中文是叫杂阿含。那么现在很多法师呢下了很多功夫去研究，那因为他们说这个是最接近佛陀原始的教法，所以原始的教法意思是说佛陀比较佛陀在讲学的时候，那么记录下来的资料那个记录呢，最早当然不是用笔录的，是用口传那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方式，印度的做法。那印度人呢，在早期的时候，他们认为圣人的语言，他只能够用语言传播。早期印度呢，他们对文字呢还是比较不重视，所以印度呢，他们的这个语言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很多跟宗教有关系的语言所以印度的那个宗教里面也有很多所谓的咒语，咒语其实是一种语音。那么这个语音，他们也发现到说，语音呢有好多种功能，一个呢是传达讯息，然后有时候传达感情，还有呢就传达一种内在的体验。有些声音你不用解释它，但是你放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发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感觉到那种力量、能量。声音就是一种能量，所以这个是咒语的力量然后另外呢，咒语也可能解释为在后来佛教出现咒语的时候，解释为说诸佛的真言。那么在印度教里面，可能就是诸神的真言。还有呢，这个咒语可能就是跟其他众生沟通或者是交流的一种语言。其实呢，我们这个也很多咒语。你们现在讲西班牙语的话，我们就当它是咒语。所以这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听不懂，但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所以在印度呢，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他们重视语言多过文字，跟中国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是很重视文字，可是中国很早期的文字呢，当我们懂得用文字记录一些东西下来的时候，发现到说，一方面是书写的工具，还有这个所谓要把那个文字写在哪里的那个工具上面呢，都非常的不容易最早听说是很早听说已经找到一些文字呢是刻在那个瓦片上面。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看到很多那个很古老的或者是史前的一些壁画或者是一些符号，那么这些基本上都是文字的起源嘛。那后来我们就刻在那个钟鼎钟鼎上面就有青铜器嘛然后刻在龟甲上
叫甲骨文。到我们懂得用文字的时候，比较普遍的是刻在那个竹片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册，其实呢就是一堆的竹片把它串起来，就是册，就是我们所谓的书嘛。那么这个语音呢，还留在福建的闽南话里面。闽南话没有读书的，只有读册来读册读册，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说，中国的这个文字很早期就有了，那都是开始是刻，然后后来呢就懂得用这个毛笔写。当然很多传说，反正很多很美的故事包括说秦始皇的那个大将军叫蒙恬，他发明了这个毛笔嘛。所以后来汉代的时候，就有人发明了字。字之前有些是用布然后用那个竹片。那这个是表示说，中国呢一路来都非常重视这个文字，所以我们很多古老的东西都通过这个文字一直传下来。那么这样子传的话呢，它传承的那个所谓的准确性可能就稍微高一点这样子传。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印度呢，因为他们太重视这个语言，所以他们训练成一种非常强的记忆。我们比如说看到说某某法师从印度到中国去弘法，他可以背诵几十万颂的偈颂，背起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很强的记忆。那么这个很强的记忆还有一个方法，他们背诵的经典有一些呢是寄诵体，也就四句这样子来背，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背。但是因为他们是语音，所以呢它跟中国的文字不同，中国是文字，所以我们一个字一个音。所以后来我们结成这种诗歌体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一个寄诵是4个句子，然后4个句子呢有每个句子是五个字。那么印度文呢，它没有这样的说，它只是4个句子，然后有韵，但是不一定是5个字或者6个字，它的音就比较多。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容易背诵。还有另外一个容易背诵的方法呢，就是你的经文一直在重复。所以如果你们要读大般若经，就知道大般若经为什么有600卷，它的初会就400卷，有很多是重复的。那重复念的话呢，你同个意思，你重复念多几遍，你就容易背记下来。所以他们以前是用这个方法。那么佛教的经典呢，开始的时候也是用背记的。所以背记呢有好几个方式，一个方式呢就直接背记，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背记了经文以后呢，可能他再结一个寄诵。结这个寄诵呢，就是让你更容易背记之前背记的内容。那有些是几部经典呢，再结一个寄诵，你念这个寄诵呢，就知道前面几部经典讲的大体内容。那我们的戒律也是这样，多少条戒，他就结一个寄诵，所以我们背这个寄诵就知道这10条戒指的是什么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背记的方法。那另外一种呢，就直接佛陀有时候直接就讲寄诵。像法句经里面有很多寄诵，有些是佛陀直接讲的，有些是讲完了经典再结出来的，所以就很多这种背记的这个方式。那我们也发现到说，初期的经典呢都比较简单，都比较像笔记式的这个记录。笔记式就是说，现在你们听了以后，不可能把我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但有几个重要的句子可能把它记下来，然后等下回去整理的时候呢，就整理那几个句子，然后把它连贯起来，它就是一篇这个讲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早期的经典比较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六祖坛经呢，基本上也是记录下来的，但是佛陀传下来的经典呢，开始是用背记的，所以这个中国跟印度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差距，我们就看到了。那他们背记了一段时间，大概是有经过200-300年，才正式用文字把它记下来。这个是
我们初期的经典比较早期的经典。那中国呢是直接笔录，但直接笔录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呢就是笔记式的，所以《六祖坛经》应该是比较笔记式的一种记录，它的内容呢都比较简单，你感觉就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是笔录的时候呢，真正是有重新整理，或者是把讲的东西比较整体性的这个记录的也有。中国很多祖师呢，文章是用写的，但是也有几个祖师呢，他的文章是记录的、笔录的。最重要的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创立这个天台宗，我们知道他有天台三大部，还有他的这个摩诃不是，就是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几部大部的论，其实都是他的弟子帮他笔录的。他30几岁的时候就讲这个禅波罗蜜，讲了90天。其实90天主要是因为结下安居，所以讲了90天。那么这90天讲了以后呢，就讲了把印度传到中国的禅法，基本上全部都把它归纳在它的内容。不过呢，只有90天，好像不够时间讲，所以后面的几章没有讲完，就第七章后面就没有讲，后面的部分没有讲，但前面的部分还有他提出来的那个结构呢，就非常的完整，比现在我们看到传统的禅法里面的一些内容，它都要完整一些，因为它有加一些大乘禅法里面进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他有一个学生帮他把他讲过的东西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后来呢，再经过他天台宗算是二祖，就张安灌顶这个灌顶禅师呢，就重新再跟他整理一下。然后后来他在讲的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具跟这个摩诃止观，都是灌顶帮他记录的。然后帮他记录呢，禅波罗蜜有10卷那么第1卷、第2卷好像有上下，所以大概是12卷左右。然后在另外的摩诃止观大概有20卷，20卷是很大部头的，也差不多是讲90天。所以可见以前的人不用这个录音，他们听的这样子也能够把它记录成那么完整的资料，真的是不简单。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以前还是用这个毛笔写字毛笔写字当然比我们打字这个我们叫硬笔写要慢很多，让他们可以写，然后都要把它记起来，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如果让你们这样子做的话呢，就很难了，你们发现太难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到说很多资料就这样子留下来。那中国的资料一开始呢，大部分就已经是有文字的，但是像孔子老子他们那个时代呢，为什么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你想要刻，那个是很慢的，所以才让我们发现到说中国文字为什么它一个字要含义含那么深，或者是含那么广。因为你想象说都是用刀刻下来的东西，刻在竹片上，它动作一定很慢嘛。那我们现在说一个 CD， 现在有一个 CD 就是大藏经了。那到我们可以看到大藏经的时候，现在你们这边可能有大藏经是一个图，我们已经觉得很不简单了。你想象说这些大藏经假如都是用那个竹片刻起来的，你说要多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过程为什么古代的人他留下来的东西好像几个句子，但是他那几个句子呢，可能他就是一堂课，
讲完了一堂课就刻那几个句子下来。那我们看孔子讲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讲很多，他讲了多少年就留那几本书啊。我们呢，像我现在这样呢，已经留了差不多编出来的书差不多60本了，才讲了他讲那么多，他留那么少，我留那么多，因为现在的人讲话也比较啰嗦。所以呢，也只好这么啰嗦的记录下来。那了解这些情况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坛经》它的这个记录，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坛经》的记录呢，它应该比较早期，也不是很复杂，比较简单啊，也就是笔记式的。那么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六祖他的思想，其实对整个中国禅的影响太深，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思想为中心，所以这个经典要传下来。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中国呢，经典“经”这个字呢，只有圣人啊。我们如果是早期的时候，就是孔子啊、老子啊，他们的留下来的东西才可以叫经。所以有什么四书五经啊，还有《道德经》，就他们这种圣人。顶尖的圣人讲的话，经就是不可以改变的，就讲出来就是有点像说绝对的真理，那你才能够叫做经。那后来呢，佛教传进来了以后呢，我们把佛陀讲过的都叫做经啊，所以就是佛陀传达的这个真理的讯息，才能够叫做经。其他论师可能写得很好，做得很好，我们只能够叫论，就是讨论了，或者是在这个范文里面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啊，就是他们在从佛陀的教学里面呢，再把它整理出来，或者是提出一些他们体验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论点啊，然后结集，或者是他们写。所以经典呢，基本上是一群弟子呢结集的，论点呢是个人的著作。那经典呢是属于佛陀的这个言论啊、原说、原教。那么其他的呢，就是那些论师们的，或者是后来的一些禅师的。那在中国里面呢，只有《坛经》，就是六祖的言论呢，被称为经。那中国我们知道有好几个宗派，那每个宗派的祖师都讲了一些东西，包括说比六祖还早的，比如说天台宗智者大师他的这个书也不能被称为经，他引用了很多的这个经典跟论点来写出或者是讲出他的这个思想，但是呢，他只能够叫禅波罗蜜、摩诃止观、法华文具、法华玄义。可是呢，六祖讲的我们就称为经，就说这一部书呢，在中国佛教的这个位置呢，它特别不同等于说把六祖的位置呢，在佛教界里面呢，相等于佛陀就是他讲的东西是经。但是我们看到说后期的六祖坛经内容相当的丰富，但是后来一直以来大家以为那个就是六祖坛经，但是也知道说其实那一部经典呢是经过蛮多的这个一些编辑。那后来到他们发现敦煌的版本我们叫敦煌本。那么这个版本现在是收在英国的这个博物馆，因为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被那些英国就欧洲的一些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把它当作宝，就带到他们的国家去。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时候中国呢这个局势很动乱大家都不懂得珍惜那些东西那甚至中国经过好几次的这个文化的破坏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文革有破坏，其实陆陆续续都一直有很多破坏的这个过程
所以中国很多文物啊，很多这些文化的这些资产都有一些都流失了，甚至民国初年呢，我们也发现到说蛮多的这个资料呢是从日本再回流因为在中国找不到了，所以有个叫杨文慧、杨仁山嘛，就是太虚大师跟欧阳靖武的这个老师嘛，他就跟日本的学者交情非常好，所以就从他们那边再拿很多经典回来，然后呢再找到这些所谓藏经什么之类的资料再有在一些编辑。那么这些过程呢，就发现到说比较早期的这个版本真的是非常简单，是一卷，然后这个还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呢就更接近它比较原始的版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对这一部手抄本，还有后来陆陆续续发现到，甚至包括了他们发现到说日本的一些道场、一些寺院还保留类似这样的这个六祖坛经，就是很早期的版本。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唐代、宋代的时候呢，他们也把这些资料呢带回去，那日本人可能比较懂得珍惜，所以他们就留存下来。现在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跟一些工作学术的工作，那么基本上是承认说这个敦煌本的手抄本它是留下来最早的版本，但是它不是最早的那个版本，也就是说最早的版本可能已经流失了。那手抄本呢，这个是留下来最早的，那里面呢有加了一些资料进去，加的资料一部分呢跟神会有关系后来我们也知道六祖的弟子里面神会很重要，因为六祖之可以被定位为六祖呢，神会的贡献很大，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争议，因为六祖跟五祖学习的时间很短，虽然都整个传说都是他把五祖给他的衣钵带到南方来了，可是五祖的大弟子就是慧能大师的这个算是他的师兄所做老师嘛，神秀还有身边几个学生都是在北方，那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嘛，因为在西安、长安那一带，所以他们是被认可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还是有争议，就神会到了那边才把六祖的地位定下来，就等于是皇室承认那这个之前呢都不太特别重视，从达摩祖师一直传下来，都是基本上我们叫六代单传嘛，传到六祖的时候还是单传。那么五祖之前的几个祖师，他们有些是流离失所的，前面有两三个都是在动乱的时期，然后只是把这个法脉传下来，所以没有什么因缘做大肆的宣传。到五祖的时候才开始稳定下来，那么六祖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达到一个最鼎盛的时期，所以就六祖的位置呢，就它的地位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资料留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版本里面呢有加了，还有一群叫做南方众子，就是南方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解读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有些部分呢不是那么准确，所以他们会加一些句子下去。他们加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呢，就可能跟六祖的思想不完全相符那还有后人在附加的一些资料不是很多，但是在这个敦煌版本里面呢就都有。然后后来呢再继续传下去的时候，到宋代一个比较